来，新玩具，今天我们又来玩重涂，也来正式的再讲一讲玩具背后的故事——屠天毒篇。可以说，这个角色的诞生呢，有着很丰富、很传奇的一个色彩。老规矩，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的包装吧。NA 每一次在这个外包装图上都会玩一些名桥段梗，或者说一些电影的致敬海报。这一回呢，限定版的屠天毒也不例外。这个可能第一时间也无法看出来是什么，后来呢，也是直到我咨询了一些比较对这种古早电影特别有研究的朋友，这个峰会算是一个缝合怪。首先，屠天毒的这个姿势和造型应该是源自于 RID 这个漫画的一个峰会的一个样式吧，基本上和这个是差不多的。但是后来呢，也是查了一些资料嘛，包括他为什么会致敬这样的东西，在联系之前的电影桥段，然后终于也是找到了《毒魔复仇》，这个算是一部 R 级的限级制观看的电影，里边会有很多裸露了、血腥、暴力的一些镜头，但是呢，也是基于80年代那个电影时代吧。可能说当时的美国社会啊，也是出现了很多朋克的一些东西，甚至说年轻人性解放了，包括一些对传统的一些颠覆吧，可能也是一个时代所造就吧。甚至连字体的一个布局，还有后边的国旗以及人物的姿势都是差不多的。而 NA 的这个包装峰会呢，也是有意思啊。它首先人物的造型是致敬了官方 RID 的这个姿势和动作。然后题材呢本身是毒魔复仇的，但是这个字体是哪儿的呢？直到又找到了这张图，应该是毒魔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峰会吧。这字体基本上看起来也是一模一样，甚至中间的核泄漏的这么一个标志吧，甚至一些当年80年代那种漫画书的一个味道吧，也能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所以说 NA 每一次在这个玩包装峰会的梗上边，其实还是挺值得研究的。然后盒子的侧面，这里是玩具的实物的展示，背面这里也是一个硕大的美图。纸品方面，一份说明书，配件的内容：2把枪、2对替换手型、能量斧和钩子。那内容方面，因为是大型的包装盒嘛，所以这回里边会有带车厢、小滚珠以及柱子的本体了。这回的车厢，其实我一开始看拍照的时候，以为是它那种发棕色的，其实看实物的话，应该是一个黑色的车厢。然后小滚珠是发棕色的，而轮胎上边也是有橙色的这个轮毂以及橙色的灯的涂装点缀。其实啊，屠天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它在官方里边有好几套的设定。首先，最早的屠天毒应该是用 G2 的擎天柱的一个模具重涂出来的版本。最早呢，也是在 BotCon 2007年年会的漫画里边，屠天毒第一次登场。但当时的设定呢，是宇宙大帝旗下的一个霸天虎战士。对，它是一个霸天虎，而且是给宇宙大帝效力的。单纯的一个霸天虎战士啊，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也是配色的方案，据说因为官方高层的一些否决吧，所以呢这个设定并没有发售玩具。照片里边看到的这个也是试制的版本啊，所以这个如果说谁有的话，应该是一个更加稀有的版本吧。然后呢，也是我个人其实第一次认识屠天毒的这个角色啊，这个是在 BotCon 的2011年会上边用08动画的 V 级别擎天柱模具重涂的这么一款。这个当时的设定剧情故事呢，是手术刀和浮游在汽车人的战士机甲上边做试验，但是试验失败了，就搞出来了一个奇怪的擎天柱的复制产品，能量还挺强大。然后呢，设定里边它有着腐蚀性污泥大炮，但是智商很低，所以呢，在载具形态下，其实它是倒着走的，也就是一直倒车请注意那样开着过去的，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当时也是有幸吧，托朋友从荷兰搞回来一套 BotCon 2011的礼盒，就是08动画的飞虎队啊。当然它是不能合体的，那一套还是非常不错，里边会带一套漫画书。在这套漫画书里边，第一次见到了这个绿色版本的擎天柱。后来我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才找到原来它叫屠天毒啊，还是挺有意思。但是可惜这个玩具一直没有找到。现在市面上这个屠天毒卖的也是特别的贵，毕竟 BotCon 现在已经没有了嘛，所以后来呢也是各种的水涨船高。其实我们来仔细对比一下看啊，应该说 NA 的这套屠天毒
算是跟目前看的这么些版本的官方的或者说是 BotCon 出的这些涂天毒的角色最像的应该就是08的这个模具了，包括身上的一些紫色的条纹点缀，大腿、肩头还有脚底的这个颜色，腹部、胸口的红色玻璃、橙色的灯，脸部的这些地方，当然它这个没有绿脖子啊。所以呢，我个人猜测 NA 应该是基于08动画的涂天毒的一个配色方案，给这一次 NA 的小比例擎天柱上的这么一个色。再然后的故事就又不一样了，涂天毒的设定就又改了，也是在2016年的 BotCon 年会，当然也是最后一届年会了，因为在2016年之后，孩之宝就收回了 BotCon 的一些版权，后来呢就变成了 Hascon 官方自己出迷友年会的这些东西。你想想这个设定多操蛋，本身是一个迷友向的民间自发组织的这么一个年会，虽然说受到了官方的这些授权啊，出一些官方的模具的玩具，但后来官方把这个迷友本身自己产生的这么一个协会组织收回来，只是为了卖自己的重涂产品，卖高价。想一想，果然是你呀，孩之宝。当然我们话题聊回来啊，就说到最后一次年会在涂天毒方面做出来的表现，用当时的合体战争汽车大师的这么一个模具重涂出来，可以说啊，那个年代是官方最黑暗的一个年代。近几年的设计了，或者说是做工了、用料了什么的，还是有逐步回温的。最可怕的就是当时的合体战争。合体战争我当时称它为3套模具重涂整个 Sabaton， 飞天虎一套，守护神一套，大无畏一套，你看吧，剩下的模具全部都是改出来的，而且每一个角色的变形设计的水准都相当的低，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官方是把成本压缩压到了极致的一种表现。他已经不在乎什么偷胶了，不用铆钉的这些东西，甚至没有了弹簧机构，这些成本都舍弃掉，连设计的费用都省了。所以那个年代真的是让变形金刚玩家感觉到最绝望的一个时期吧。而就在这个时期，官方又收回了 BotCon 的版权，所以在最后一届的 BotCon 年会上边，汽车大师重涂的涂天毒又出来了。可以说这一次的一个涂装的工艺还是很不错的，包括胸口的那个腐蚀枪的那种油污感啊，是果然脑子不好，喷到了自己的身上。当然这个脑子不好是08的模具的一个设定概念嘛，而这一回合体战争的设定概念它就又改了。漫画里边讲呢，从前有一个名叫毒素的霸天虎士兵在秀海里流浪，然后呢被震荡波就给救了，接着震荡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把它改造成了涂天毒。涂天毒也好，涂毒天也好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各种各样的翻译问题吧。当然有人喜欢那么叫啊，因为它是一个擎天柱的模具改出来的，所以大家喜欢叫涂天毒。但是因为它是霸天虎这边的角色，也有很多人叫它涂毒天。不管怎么样吧，这是我们中国在迷友间流传的一个对于变形金刚名字设定的一些问题，但是翻译成英文涂毒的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吧。所以我们继续聊回他的身世啊，他一开始是为霸天虎工作的，但是呢震荡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试验啊，对他产生了很多的副作用。接着这个家伙涂毒天就要发誓报仇，所以呢他叛变了，他加入了雷霆救援队。对，没错，就是弹簧路霸杯子感知器的他们那个很有战斗力的小队，然后还是作为毁灭的队长，与其他的成员能组成合体金刚毁灭。当然嘛，这个也是为了套用当时合体战争的一些晚点吧，所以呢他的其他成员也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出这些重涂产品。但是到了 RID 里边，涂天毒或者叫涂毒天吧，它又有了另外的剧情。这个故事里边讲的是威震天又一次战败死亡了，这个时候萨克巨人出来了。萨克巨人要挑战他的领袖地位嘛，因为本身能力也很强嘛，所以呢当时他要站出来，我要领导霸天虎，我要成为威震天之后的继承人。但是霸天虎战士中呢又有一个非常不服他的人，没错，就是擎天柱模具的黑色版本天灾。天灾呢也想获得威震天的衣钵，成为霸天虎的新任领袖，所以呢和萨克巨人两个家伙就开始打了起来。
但是因为打仗的过程中呢，被萨克巨人的能量剧毒给击中了，就相当于被蝎子蛰了一下，中了蝎子的毒，所以呢，天灾也是败下阵来。后来的萨克巨人为了稳固自身的地位，然后把天灾的身体拿了回来，进行了新一次的改造，然后呢，也是向其他的霸天虎展示他的威力和震慑力。所以这个新的战士屠天毒，或者叫屠毒天，它就诞生了。但是萨克巨人对于这一次的改造重生并不满意，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与权力吧，又把他身上的配色赋予了屠毒、屠天毒、屠毒天，不管怎么翻译吧，把这个战士复活了以后，给他染上了自己的黄绿的配色，以及紫色相间，才有了现在版本的屠天毒。所以呢，这个角色的来历也是经历了几次波折吧。每一年他要出玩具的时候，都会给一个全新的设定，而最终呢，官方的出面也是相当于给屠天毒进行了一个最终的定义、最终的证明。当然，如果你喜欢之前的故事，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平行宇宙间发生的不同的剧情吧。当然，他们之间的每个造型也不一样嘛，有08动画的模具，有 G2 的模具，有 G2 经典时代的模具，还有后来的合体战争的模具。不管怎么样，其实翻回来说， BotCon 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代， BotCon 也是很多的变形金刚迷友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年会吧。它其中包括的不仅是这些玩家、这些迷友对变形金刚的一种热爱，更多的是这些变形金刚的迷友对这个变形金刚的 IP 进行2次乃至于3次、4次创造所留下来的这些宝贵的财富吧。至今 BotCon 虽然没有了，但是后来的 HASCON 也并没有见什么起色。海日宝其实等于亲手毁了一个变形金刚迷友间最盛大的聚会。现在呢，也只剩下在那些年我们收藏的一些 BotCon 的礼盒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吧。而这些屠天毒配色的玩具呢，也是在二手市场上边一天一个价格在飞速的上涨。这一回 NA 的这个配色呢，也算是完成了一些当时对于 BotCon 特别喜欢的迷友的一种配色的需求吧。可以看得出来，这回的配色方案非常的漂亮，而且全身采用的是涂装工艺，并不是塑料的原色，身上点缀的紫色还有这种枪铁色、银灰色的这种线条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我个人来说，对于08动画是非常有感情的。08的擎天柱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模具，所以用08动画擎天柱改造成屠天毒的那么一个配色方案，应该是被 NA 这个完美继承下来。那么老规矩，还是因为它是一个重涂的玩具，所以我们就不细致的介绍它的变形了，一笔带过。最后我们再回到车型的表件上来看一下这一回在车型上边的一些涂装配色的方案吧。其实这一块喷射出来的这种腐蚀的能量液体啊，其实在车厢上边是很扎眼的一种啊。也许很多朋友都会像我一样啊，第一眼看到车型的时候会被这一块吸引走目光，而且整体的车型的一个配色来说呢，也是符合了屠天毒的一种设定的概念，很漂亮。血红的2个前大灯，配合橙色的头顶灯，还有血红色的玻璃，也是证明了这个家伙的一种复仇的心态吧。其实翻回来说，不论是官方还是 NA， 都在峰会的包装以及一些噱头和梗方面，特意的去致敬了《毒魔复仇》这部 R 级限级制的电影。也确实，通过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些屠天毒的背景故事联系起来看的话，它和当时的《毒魔复仇》的剧情还有男主角的这种复仇的心态是差不多的。那部电影里边讲的是一个智力低下的小伙子，在当时的一个很不受待见的工作环境下，然后被人家欺负，通过了一些奇怪的遭遇，变成了所谓的像超能力者、超级英雄这一类的。当然它本身是一部喜剧片，而喜剧的内核最终还是悲剧。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身在那个年代8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物欲横流、年轻人非常叛变的年代，所以在那个时代呢，需要这种影片来宣泄当时一些年轻人心中的情绪。所以翻回来我们来讲屠毒天，
这个角色嘛，其实是很有个人魅力的，而且在这一次的 NA 的表现和素质上边，也能看得出来，他很遵循于当时官方设定，配色做得很用心。一款重涂的玩具，首先你的配色用不用心，一个是还原度，一个是在涂装的细节方面，而这一次的涂装的精细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非常的漂亮。甚至说在一些建设出来的油漆涂装的时候啊，这些花纹也是很漂亮的，很自然的一种喷溅感。虽然说08动画的擎天柱和 G1 造型的擎天柱之间有着天差地别，但是它们的元素还是相同的。而涂天毒的这俩角色呢，也是在配色以及它的线条解决、颜色搭配、色阶的调整方面，甚至都能做到几乎差不多，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涂天毒背后的故事大概就到这里了。最后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喜欢叫它涂天毒还是叫它涂毒天，只不过你是站在了汽车人与霸天虎的立场上不同，这是我们中国玩家对于两派角色之间起名字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英文的名字自然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了。那么得嘞，今天玩具背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款重涂再见，大家拜拜。